对孩子长期遭受虐待，黄不可能不知道孩子遍体鳞伤，有可能他也参与在内。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我必须要追他的责任，因为我不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在庭上如果能说话，我希望他死，我只能说让他死，赶紧死，因为他比赵更应该死。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薇说案。如果5个月前那期关于3岁男孩黄子彻的视频曾让你哽咽难眠，那么今天请允许我为你继续讲述这个案件的后续。因为在距离那个惨烈的夏天300多天后，我们终于等来了法庭的审判。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这一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落下了法锤。在此之前，孩子瘦小的身体里藏着58处新旧交织的伤痕，而今天那双沾满鲜血的拖鞋，那根夺命的树枝，终于被摁在了审判席上。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明白法院最终的裁决，凶手的冷漠的反应，生母的抗争，以及舆论对于生父被判无责的巨大争议。在进入最新的审判前，我们先来简短回顾一下，这到底是一个多么惨烈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源于一场青春的错付，那时的黄正礼和年仅17岁的马女士走到了一起，但接踵而至的是孕期出轨，月子里带着第三者回家。终于忍无可忍的马女士带着儿子黄子彻逃离了安徽老家，去了上海。虽然辛苦，但日子总算有了盼头。悲剧的引信在2024年1月24日点燃。生父黄正礼以一句孩子奶奶得了癌症，想见孙子最后一面的谎言，从马女士怀里骗走了仅3岁的儿子。此后他拉黑了马女士，将孩子带去了上海浦东，与女友赵雨蝶同居。在接下来长达7个多月的日子里，等待小子彻的并不是父爱，而是另一个女人的无尽折磨。从40度盛夏烈日的罚站，到勒令他独自倒垃圾，再到日复一日的殴打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牙咬。8月24日的夜晚，地狱打开了门。在那个浦东新区的桥洞下，赵雨蝶用拖鞋抽打孩子的头部，将他倒立起来摔向地面，甚至像拎玩偶一样将子彻甩在地面上，导致年仅3岁的孩子颅脑严重损伤。当子彻妈妈马女士在医院 ICU 里再次见到儿子时，孩子身上布满58处伤痕，腿上甚至有深可见肉的环形咬痕。他握住儿子冰冷的小手说：“妈妈来了。”昏迷了数日的孩子在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眼角竟流下了一滴眼泪。然而奇迹却没有发生。9月4日，小子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审判现场。2026年4月21日上午9时20分，在上海一中院的门口，有一个身影格外让人心碎，那就是孩子的妈妈马女士。她把儿子的照片做成了发夹，别在了自己的头发上，一路带进了法庭。发夹上一个是写着谢谢你们来爱我的子彻的笑脸，另一个写着爱你们的子彻。子彻妈妈说，为了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孩子也等得太久了。当天法院正式做出了对被告人赵雨蝶的一审判决，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这个判决背后的残忍细节。检方调查认定，从2024年7月至8月23日，赵雨蝶就以孩子不听话为由，多次对子彻进行殴打和牙咬，这是赤裸裸的虐待。而在8月24日那个傍晚，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害。他因为不满孩子在公园里乱跑，先是猛扇耳光，用树枝抽打，甚至将孩子从河道斜坡上像甩包袱一样直接甩了出去，导致孩子后脑勺重重撞击在地面上。面对铁证，在庭上的赵雨蝶曾辩解称，忍不住打孩子，心情不好想发泄。我真的能看到那个视频，我真的希望有关部门能把那
那个视频公布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他把孩子就是像拉一个东西，像拉密码箱一样，就拽着孩子往地下拖着走。他干的视频，他把我孩子抱起来，我姐在，就是孩子自己去捡他的那个拖鞋的时候，他一脚把孩子给踹倒。他进群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之后，头会扬起来，就这种很嚣张，没有认错的那种态度。他说我也不想打他，但是我忍不住，一直强调自己忍不住。他说他就是心情不好，想泄愤。而在宣判现场，据庭审记者透露，当听到死刑缓期2年执行时，赵雨蝶依然面无表情。但在法庭外，这份判决激起了极大的争议。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恶行已经触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极其残忍，泯灭人性，应当立即执行死刑。当记者追问子彻妈妈马女士的感受时，她没有哭喊，而是冷静而坚定地表示：“我不服这个判决，我要依法申请抗诉。”她说：“我不要1分钱赔偿，我只要害了我孩子的人受到极刑。”此刻，她唯一想做的就是让所有伤害过子彻的人一个都跑不掉。太久了，我孩子等太久了，孩子变成这样，我必须要让伤害他的所有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凶手必须死刑。随着宣判结果的扩散，网络上瞬间被愤怒淹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洛西的妈妈，那个同样在镜头前哭到失声的女人。她在看到小子彻案件的判决结果后，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视频。小洛西妈妈支持子彻妈妈抗诉到底，这条维权路有多难，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自己淋过雨，但她不想看到另一个妈妈也被淋湿。这2个失去孩子的母亲，隔着镜头，隔着屏幕，完成了这样一场无声的对望。我是邓蓉蓉，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不管以任何身份，残害婴幼儿应当判死刑，支持抗诉。同时也呼吁更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那一位单薄的受害者母亲提供帮助。我已经是没有明天的人，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明天。小洛西妈妈的声音只是这场舆论风暴中的第一滴雨，紧随其后的是无数网友的愤怒与质疑。有人说，黄子彻3岁被虐待致死，这几个字放在一起，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都会有一种想砸东西的冲动。有人质疑死缓算不算轻判，还有更多人的意难平集中在另一个人的名字上，孩子的亲生父亲黄正礼。案发后，当子彻还躺在 ICU 里生命垂危时，黄正礼不仅没有想过救儿子，反而催促马女士，反正救不活了，早点火化还能省点钱。而在赵雨蝶被捕后，黄正礼甚至还在盘算他给女友的6万元彩礼，试图劝说孩子生母马女士撤案，大事化小，想尽方法维护那个杀死自己儿子的女人。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当天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未发现黄正礼参与、隐瞒或纵容虐待行为，最终认定其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结果令公众哗然。也许在法律上，他因为工作忙没看见而侥幸脱罪，但在每一个有良知的观众心里，他已经被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因为我白天也上班，下班之后孩子都睡着之后，也看不到孩子身上有伤，就正常像胳膊上面，像脸上面，因为脸上面是知道的，因为当时就是说没有把事情想的这么严重。也许大家还不知道，在等待判决的这300多个日日夜夜里，子彻妈妈是怎么度过的。她曾在采访中说，孩子出事之后，她做了2个抱枕娃娃，一个代表儿子，一个代表自己。印着她自己照片的娃娃已经烧给了子彻，而那个印着儿子照片的娃娃，她每天都抱着，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从不离身。在这起案件中，正因为赵雨蝶既存在长期的家庭虐待，又存在最终的故意伤害致死，法院才得以数罪并罚，判处重刑。如果没有那段致命的监控，如果案件仅被定义为长期家庭虐待，那么依据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的情节恶劣量刑可能仅为2年。这起案件让所有人看到，
当一个孩子被迫和一个虐待他的父亲，一个恶魔般的后妈困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邻里视而不见，如果相关保护机构介入迟缓，孩子的生命真的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没有光的夏天。妈妈来了，这是子彻在昏迷中听见的最后一句话。他想要一个奥特曼书包，他相信奥特曼会打败坏人，可这一次奥特曼没有来。4月21日，赵雨蝶被判死缓。生母说：“我要抗诉。”小洛西的妈妈说：“我陪你。”两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在雨中为彼此撑着伞，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让这把伞倒下。小子彻晚安，妈妈们加油。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都疯疯癫癫了，这现在都已经疯疯癫癫了。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孩子，记住每一个孩子，记住他们是怎么走的。无论说我们这些妈妈能否还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希望大家记住我们的孩子，记住他们有没有得到公道，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公道。如果我们这些妈妈有一天不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希望大家继续为我孩子发声，继续为每一个孩子发声，包括小洛西，包括别的案子没有解决好的，希望大家继续。只有我们这些妈妈团结一致，才不会被打败吧，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这样了，没有了。看我写了多少证据，有用吗？我会继续上诉，但是具体我又请了哪些人参与在内，我就不能给大家说了，因为有可能会被管控。如果说不能上诉，不能抗诉的话，我也会给大家说，让大家知道，一定会上诉。只有等了2年的结果。我总觉得那就是曾是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全。认识到自己错误，认识到自己错误没？啊？熊啊？对啊。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